美国高级官员5月10日称，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将就中国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向习近平施压，并敲定新贸易机制的相关细节。特朗普与习近平预计5月14日和5月15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届时双方将就贸易以及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战争等存在严重分歧的议题展开讨论。一名美国官员说，中国为伊朗带来的收入以及潜在的武器出口问题将是双方讨论的议题之一。中国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特朗普突访北京施压伊朗，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又一场远在中东的大国角力，但真实的筹码其实是你我家门口的马六甲海峡，以及新加坡未来的生存底线。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地缘观察员。当全球媒体都在盯着中美双边互动和美国大选时，身在新加坡的我们必须看清一条被刻意掩盖的暗线。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正悄悄把大国对抗的火药桶搬到东南亚的中心。特朗普抵达北京，核心诉求很明确，向中方施压，要求在伊朗石油出口上让步。主流舆论都在分析霸权逻辑，但作为身处马六甲海峡枢纽的新加坡人，这绝不是国际板块的无聊新闻。新加坡国土面积仅仅730多平方公里，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100%依赖进口。对于每天在 CBD 通勤，操心着祖屋房贷和 CPF 运转的30多岁普通人来说，中东似乎很遥远。但现实的残酷在于，大国在谈判桌上的每一次筹码交换，代价往往由高度依赖全球化的小国来承受。一旦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引发中东原油供应链断裂，途经马六甲海峡的油轮数量将锐减。这不仅意味着玉郎岛石化工业的产能受挫，更直接的后果是，你下个月收到的 SP Group 电费单，在 Esso 或 Shell 家的汽油，甚至 COPTM 里进口食材的价格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这场危机早已不是别国的家务事，而是切切实实悬在新加坡经济命脉上的一把刀。那么，美国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看清了危机的表象，我们再来整理第一重被严重忽略的地缘暗线。特朗普的真实目的从来都不只是按死伊朗，而是要彻底重构全球核心航道的绝对控制网。看一组核心数据，全球超过 30% 的海运石油贸易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一道咽喉，而马六甲海峡是第二道咽喉。这两点连成一线，就是包括中、日、韩以及东南亚在内的亚洲能源生命线。美国的深层战略是实现对这条生命线的全链条掌控，掐住中东出口源头，再强化对马六甲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军事与政治辐射力。一旦这张网收紧，美国就能随时拿捏任何依赖能源进口的亚洲国家。特朗普作为商人政客，这次去北京谈伊朗，本质上是想用经贸筹码换取其他大国默认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单边行动，从而扫清其在印太，特别是马六甲周边军事部署的阻力。这对新加坡意味着生存根基的动摇。马六甲海峡的中立性、开放性和自由通行权是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枢纽的绝对基石。如果这条水道不再是国际公共财产，而是变成大国博弈的私家收费站，甚至面临单边军事拦截的风险，那么新加坡港务集团的运转效率，玉郎岛作为全球前3大炼油中心的竞争力都将被彻底抽干。在航道主权被蚕食的过程中，不主动惹事的新加坡极易成为最先流血的牺牲品。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如果说航道控制是长远威胁，那么第二重暗线则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大国正在强行推动全球阵营化，逼迫中小国家选边站。特朗普借伊朗问题施压，实际上是在给全球立规矩，要么加入美国的制裁阵营，承认其对航道的管控，要么就是对立面，
准备迎接单边制裁的金融大棒。这种非黑即白的操作，对奉行中立、不结盟的新加坡来说，无异于致命毒药。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外交智慧一直是在大国之间保持战略缓冲，依托东盟平台维护区域利益。但现在，这种平衡正在被暴力撕裂。我们来看一个极其现实的场景：如果美国进一步升级制裁，要求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必须接受核查，禁止任何涉伊石油通过，这时候新加坡怎么办？如果我们配合拦截，马六甲海峡的自由通航秩序彻底崩溃，我们不仅得罪了其他能源需求大国，更砸了自己自由港的招牌。如果我们拒绝配合，美国的金融制裁可能直接对准新加坡的银行系统。东南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受贸易被割裂、经济被制裁的代价。国际媒体的镜头总是对准大国政要的握手与交锋，却无视了在这场风暴中，像新加坡这样努力维持经济运转的中小国家，正面临着怎样被绑架的恐惧。大家觉得，如果未来马六甲面临单方面封锁危机，新加坡的经济壁垒能撑多久？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第三重岸线也是最深层的一种区域危机。在这场关乎亚洲命脉的博弈中，作为地主的东盟正在被彻底边缘化。东盟一直致力于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亚太安全合作架构，主张区域事务由区域国家商量着办，极力反对将中东的战火和冷战思维引入印太。但这次访华直接把伊朗问题搬到了大国互动的核心议程上，完全越过了东盟。拥有10个成员国、6亿多人口的东南亚，在关乎自身航道安全、能源和经济命脉的关键议题上，居然连上桌发声的机会都没有。这种边缘化对东盟的集体安全是毁灭性的。我们所骄傲的东盟方式，也就是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在大国的绝对实力和单边主义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一旦大国持续将地缘矛盾引入马六甲周边，东盟内部的凝聚力必然被削弱。像越南、泰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印尼、马来西亚这样的资源国，都会因为能源价格波动和供应链重构而陷入经济停滞。新加坡一直试图在东盟内部发挥粘合剂的作用，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中小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如果不主动强化自身的供应链韧性和能源安全壁垒，就永远无法摆脱被大国裹挟的宿命。面对这场因特朗普访华而升级的中美伊朗博弈，新加坡的战略清醒显得尤为重要。外界常常误以为新加坡的外交是左右逢源，但实际上，这是小国在险恶地缘环境中最理性的生存法则。我们绝不做大国博弈的棋子，我们唯一的底线就是维护国际法，确保马六甲海峡永远作为自由、开放的国际水道存在。大国在制定战略时，或许可以只看版图，但中小国家的生存命运绝不该被轻易抹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全球航道和能源的明争暗斗还会继续，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本、资产安全都与这些紧紧绑在一起。作为普通人，看懂这些地缘暗线，就是看清楚我们未来的生存环境。你认为新加坡在未来5到10年内能否顶住大国阵营化的压力？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高见。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为你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请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